对啊，您老有意见，有意见你们也给我憋回去。我现在可是陆家的人，你们乔氏一族对我来说屁都不算一个。你什么你啊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族长以后呢，还是就在家好好养身体吧，别出来掺和这些破事了，否则别到时候不但折了手，还崴了脚。各位说是不是啊？五郎媳妇说的不错，咱们陆家的人不欺负别人，但别人想要蹬鼻子上脸，那咱们也不会给脸。既然都帮着老乔家助纣为虐，也就别想占陆家任何的好处便宜。五郎媳妇儿带着村里人一起赚钱变富是好事，我很支持。当然，谁要是拖了他和全村的后腿，对他找茬闹事，那我也是不依的。你这个死丫头是想翻天了！你立即将刚才的话收回去，否则就别想我们再认你。那我可真是要谢天谢地了。我之前就说过和你们乔家断绝关系，现在乔老太太你又说了不认我的话，那以后咱们当陌生人就行。所以你们以后最好识趣的离我远点儿，不要一听人怂恿就来我面前作妖，否则可就不是被我夫家人打一顿就能完事的。你们的好日子可还在后面呢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这个贱人，你！哎呦！只是还没有骂完，就被陆老太冲上去薅住他衣领，又是2个大嘴巴子。你这个老贱人，老毒妇，再敢骂我孙媳妇儿一句试试，看老娘我不抽死你！够了，还不嫌丢脸吗？我没想到原来你们对三丫抱着这样的目的，要是知道刚才都不用陆家动手，我们乔氏一族就自己清理门户了。对，我们也是被老乔家的人骗了，还以为他们真是心疼三丫，要带她回去拿嫁妆呢。连族人都骗，乔老太，你们这一家子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那么坏呀？以前对三丫就不好，现在居然还想将人骗去关起来，太过分了。和你们同为一族，我们真是感到可耻丢脸。你们再这样闹下去，就让族长将你们驱逐出族。大哥，你真不管我们家了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以后就好好留在家里相夫教子吧，别总想着带家里人出来闹事。再有下次，我就让老石休了你。老二，过来扶着我。三丫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，咱们换个地方说话。行，那就去我们家后院说吧。乔老太太，别倚老卖老，想要动手打我，先撒泡尿照照自己行不行？你放开我！哎呦，我不打你了。有事就说，有屁就放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那个贱人娘丢下你们跑了，要不是我们家，你早就饿死了。现在你不但不记恩，还恩将仇报，就是个白眼狼。难怪你那个贱人娘跑了之后，从来没想过看看你，或者给你送点东西。哼，你不知道吧？其实每年那个贱人都会让人大包小包的给娘家送东西，还送了不少的银子，给他娘家修房子和买地。现在那贱人的娘家可是他们村子里最富裕的人家，你就是个丧门星，害得亲爹娘分开，连亲娘都嫌弃不要你。钱奶奶啊，你这是眼红嫉妒我那个贱人娘的娘家呢？你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否则怎么又会和我前爹血味相投嫁给他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家也将你养大了，对你有养育之恩，你就是这么报的。钱奶奶，哎呀，你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，这种昧着良心的话张口就来，你居然好意思说对我有养育之恩，真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就和你那个贱人娘一样讨厌，你不知道吧？我之前去找你姥姥，让她管一管你们兄妹俩，否则我就打死你们。你知道你姥姥怎么说的吗？让你滚。她说我想打死就打死，你们兄妹的死活和他们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姥姥还说也多亏了你们兄妹，否则当年你那个贱人娘又怎么可能为了你们和你爹和离？
才能重新嫁了个大户人家当贵太太。你说你姥姥是什么意思？真当我傻，听不出来她的讽刺和挑拨吗？听她这么说，不管她是什么目的，我对你们兄妹当然是越来越看不顺眼和厌恶。我猜呀，你姥姥他们肯定还巴之不得我将你们打死呢，才故意说这种气我的话。我要出气，自然就要找你们，毕竟要不是你们兄妹，你那个贱人娘又怎么可能和你爹和离，跟着别人跑了？呸！你是个屁的福星，明明就是个连亲娘都嫌弃的丧门星。你们真以为我那个贱人娘真是因为我们兄妹才和离的？你们可真可怜，当年就被人耍得团团转一次，这么多年居然还蒙在鼓里，继续被人耍着。看你们这么傻和蠢，我那贱人娘和她娘家人怕是没少看笑话和乐子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会变傻吗？掉进河里傻的呀。我确实是因为这个傻的。我应该问，你们怎么知道我是掉到河里的呢？你哥哥带你出去干活，你自己却偷跑出去玩，还跑去了河边，这才掉下去的。其实我不是自己掉下河去的，当时你让哥哥带我去割猪草，钱奶奶还规定我们必须得要割够10筐，晚上才能吃饭。我们就到离河边不是很远的山坡割草，然后哥哥被村里的人叫着去附近摘野果，让我等着他。没多久我突然看到了一只野兔，就跑过去追了。然后乔叶就看到山坡后面那个贱人娘被一个男人搂着亲，然后乔叶就被那个男人拎着衣领去河边直接丢下河了。贱人娘就皱着眉头，亲眼看着乔叶挣扎着坠入河里，被河水冲走。只是他们都没想到我命那么大，之后会被河水冲上岸没死。之后我傻了，我那个贱人娘就拿这个找借口，哭着说都怪你。如果不是你非要听老太太的话，让哥哥带那么小的我去割那么多猪草，我就不会掉到河里去啊。记得。然后呢？这样没过去几天，我就突然发热生病了。那个贱人娘就说要带我去县城看大夫。不过你肯定没想到，你服软换来的可不是前妻的感激，而是继续的背叛呢。其实乔叶那个贱人娘表面上是带着乔叶看大夫，实际上呢却是去会见奸夫去了。所以他们没有避着我，见面之后先抱着亲了一通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商量要怎么样跟你和离，过错方还得是你。第二天一早，乔叶爹醒来之后，那个男人已经翻窗离开了，可他娘却一副被打得狼狈不堪的模样，拉开门就冲了出去，故意让村子里面很多人都看到，才冲到河边跳下去，接着就被那个假装路过的男人给救起来，就提出了和离。之后的事情你就都知道了。你说的话都是真的？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我就不相信你没有丝毫怀疑过。而且那个男人的身份可不简单，怎么可能跑来我们这穷村子，又那么凑巧在他跳河的时候路过，将他救起来之后还追到他们的村子里，非要负责娶她。你还知道什么？他们是怎么厮混在一起的？我那个贱人娘在嫁给你之前其实就认识那个男人，她在嫁给你之前一直都在县城住，那个男人刚好住在附近。哎呀，他最落魄的时候温暖了他心的女人就是你那前妻。那他们怎么没成亲？她反而嫁给了我？为什么要嫁给你？当然不是因为喜欢你了。这么跟你说吧，他急需要找一个老实软弱好拿捏又被他迷住的男人来喜当爹，而你刚好就是主动凑上去的人选。你们刚成亲他就有了身孕啊。不过我猜测应该是他那一胎不稳保不住了，又不想浪费机会，所以就顺带故意陷害老太太。将来要是那个男人真回来找他，他干活导致落胎的事情不是秘密，一查就能知道，自然也就能引来对方的愧疚怜惜，同时还能让你心疼，让他在乔家会生活得更好。不会的。我就知道这贱人表面温温柔柔，其实一肚子坏水。那次我就让他去院子里扫下地，他就滑倒落胎，之后还非要诬赖是我在院子里洒了水，见不惯故意害他落胎的。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当初我看他那张脸和身段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是个安分的性子，谁曾想他竟然见到成亲前就已经是个破鞋了。不知道什么身份啊，反正肯定不简单，好像是京城来的。你没有听到他们说身份的事？
他们没有说啊，被利用玩弄喜当爹又被抛弃，不能抬起头做人，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？当然咽不下去，可咽不下去又能怎样呢？你就不会借力？难怪蠢的被人这样玩弄。怎么借力？借谁的力？当然是借我的力了。他背叛了你，我也和你断绝了关系，你都讨厌，我们斗起来不也是你们想要看到的吗？借你的力？你想和他们斗？换成你是那个男人，如果我不傻恢复了正常，会不会担心我将他们偷情的事情说出来？我要是生活越来越好，甚至以后还能去京城住，换成你是那个男人，你会愿意看到吗？如果他身份不简单，那确实应该会担心你说出去的，当然也不会愿意看到你去京城住。你的意思，那男人会出手对付你？果然都是一个德性的自私狠烂，都能带入想到这些了。还有一点你要搞清楚，不只是对付我，我现在可是将那些秘密都告诉了你们两个人。要是他和那个女人知道之后，你觉得他们会放过你们吗？这四丫头真是太毒了，这是故意要将我们拉下水，害我们呀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亦或者要我们做什么？你们过段时间去他娘家闹，逼着他娘家的人说出那男人的身份。如果他们不说，你们就将他和那个男人早就勾搭在一起的事宣扬出去，就说有人告诉你，他在还没有嫁给你之前就看到他和那个男人在县城早就勾搭在一起，有了私情。他们能算计陷害，对你泼脏水，你不也能还给他们吗？只是这种事主动说出去，村里的人会怎么看我？你是乌龟吗？怎么那么能忍？我要是你啊，现在就拿出点骨气来。错的是那两个人，又不是你，被笑就被笑了。毕竟这种事情换村里其他男人头上，他们肯定都是忍不了的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好，都听你的。什么时候去那贱人的娘家闹？这几天不是时候，再等等。你们可别擅自行动，等我觉得时机成熟了，你们再去。咱们可不是去送死的，而是要将那两个人从云淡拉下来，丢到泥潭去，让他们也尝尝咱们这些年过的日子。想要报仇就不能冲动，明白了吗？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时候可以了，就找我们。当然，他嫌弃我们还是因为你又蠢又软弱又没用，他打心眼里去鄙视厌恶你。那男人对你和我们的存在肯定是有一根刺膈应的厉害，所以我那个姥姥才会对你们说，想要打死我们兄妹就打死，他们不会管，还故意挑唆说当初他和你和离都是因为我们兄妹。哎，我那个娘说不定还能卖一波惨，让那男人更怜惜宠爱她。而你们确实没有让他们失望，还真虐待我，害得我差点落河死了。将我哥哥送去战场，现在可能也已经死了。以前是哪里来的自信，会认为他是因为看上你才会嫁给你的呢？哎呀，你竟然敢对我动手！别说是你，我连陆青荣都打过呢。你连陆青荣都打过？真的假的？你有什么地方值得我骗？对你们这些不识趣，更是动不动就想动手打女人的人渣，我不动手难道还请你们吃席？他就忍了？不然呢？现在陆家全部都站在我这边，他要打不过我，自然蹦跶不起来。而且我之前好像忘记告诉你们了，我不但力气大，而且还有病。谁要是惹我生气，我就会发病，一发病就会打人。所以你们之后最好别再惹我生气，否则我可控制不住会打你们的。如果不信，你们可以去问陆家人啊。你们是妇女，哪有隔夜仇的？咱们好好说话，别动手。谁和她是妇女了？我之前就说的明明白白，和你们断绝了关系。钱奶奶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你们要是再敢乱攀亲戚，可就别怪我的拳头不受控制了。其实你们想我回家，我这现在想了想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正好我发病的时候特别的想打人，而且只有打了人才能好。要不我还是跟着你们回乔家吧，只希望你们能够多活几年，不然都不够我玩的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你既然不想回娘家，那就不要回了。放心，这次以后我们绝对不会勉强你的。我也是被那个贱人蒙蔽，
这才会那样对你们兄妹的。既然知道了他的真面目，我也就不会再对不起你们了。打住！我可不想听这些废话。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有的话，你们就赶紧走。那男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行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你们回去之后对谁都先别漏口风。好。你们今天突然要带我来回乔家，是玉老六怂恿的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忘了啊？我可是侍奉过河神大人的，不过是这点小事而已，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所以你们以后啊，可别想着在我面前耍花样，我可是什么都了如指掌的。我们这是倒了什么霉，会惹上这样的煞星？你连亲爹和公公都敢打的人，我们现在哪敢在你面前耍花样？讽刺人那么厉害，可被人利用了还没反应过来，你们真是蠢的可以。你意思是玉老六故意的？这不废话吗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玉家也惦记着我手里的方子，买的山河作坊，想要让你们将我带回乔家，这样他姐夫夫妻呢就好重新掌控陆家，将这东西弄到手。我那个后婆婆拿到了方子，会不告诉她亲爱的弟弟吗？所以呀，你们被人给当箭使了。你们看看自己到底是有多蠢，连外村的玉家都能利用，也难怪当年会被我那个娘耍得团团转。好啊，这两个狗东西算计老娘，想出气吗？当然想了，怎么出？乔爷跟两人出完主意之后，对两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你们现在可以走了。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你弟受了伤，你来扶着他。老二怎么了？你不会对亲爹动手了吧？是我打的吗？不是。不是，说那么多话干嘛？你二弟是自己摔的。是，那我扶着老二。五郎媳妇儿，你前爹是怎么了？他们刚才惹我生气，所以我就犯病了。果然，乔二牛还真是五郎媳妇儿打伤的。五郎媳妇儿，他们不会再想抓你了吧？不会啦，他们现在可能只会想要离我远点儿。对了，他们刚才承认，确实是玉老六怂恿他们来的，他们也是被玉老六算计挑唆，而让玉老六这么做的人是我公公和后婆婆。这个该死的老五媳妇儿和玉老六啊，真是丧了良心的狗东西。老五也不是个东西，联合着外人，连自己的家人都坑呢。哎呀，这老五夫妻真不是个好东西。我们这会去玉家，不但能够看一出好戏，还能出气。老乔家的人被玉老六利用，咽不下这口恶气。他给乔老太两人出的主意，就是要让老乔家去玉家闹。你个老杂种，打死我了！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听完了事情经过，村长跟玉家族长也不好再开口责怪人家两家。这些天杀的！我不活了！要玉家赔钱，否则今儿啊，他们就留在玉家。天杀的小娼妇，狗娘养的杂碎！你们这对狗男女才是祸害人的！你们欺人太甚，我去告你们！你这个老不正经的！你看我貌美如花，就想亲我这老太太，我不活了，我这清白呀！今儿个玉家不给钱赔偿，他们就没完。最后在村长跟族长的调解下，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这玉家人只能憋屈的拿出3两银子赔给老乔家。遇到来询问的其他村民，大家自然没有隐瞒，就将玉家做的恶心事儿又宣扬了一遍。大家听完之后，同时对陆清荣和玉婉之的印象更是跌落谷底。娘啊，你们这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们了？我一定饶不了他。老四将老六在酒馆说的话添油加醋的重复了一遍，所以没人相信我们是无辜的。对了，老乔家的人还咬死老六是你们负气指使去挑唆怂恿老乔家闹事的，为的是见不得五郎好，要将五郎媳妇弄走。你们还想独吞蜡烛蚊香方子，还想霸占新买的荒山和新建的作坊，他们都是被你们利用了。你们自己也小心着点吧，就怕老乔家那群无赖来县城闹。
还有陆家，怕是也会让你们给个交代啊！你们也是，干嘛让老六干这事儿啊？就算要干，也不能让老乔家那群无赖知道啊！真是个废物！这种事儿都做不好，反而让老乔家上门找茬闹事儿，更让陆家人都知道了，这不是害他吗？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今天我找了个机会见了一下那位老先生，去他住的地方聊了一下午呢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应该能拜他为师了。恭喜你啊！不过在成功拜师前，咱们得解决一件重要的事。解决什么事？解决我爹的事儿。否则我要是拜师成功啊，就更难甩开他们了。要是态度坚定呢，还可能落下一个见利忘父的名声。你的意思是在拜师前，咱们先甩开县城五房？娘子聪明。那咱们按照之前商量的，想办法过继出去啊。就过继，这是摆脱他对我父亲身份束缚最好的办法。你想出什么办法让他会同意？我已经拿到他和那几名买铺子农庄的人是主仆关系的证据了，我还拿到了他们签过的一份契约。我准备用这个威胁让他同意过户的事情。这能成吗？他不承认那钱是你舅公家让帮忙保管的，就咬死是你娘留给他的，也威胁不到他吧？毕竟这种事情官府应该也没法管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后招啊？还是娘子懂我，只是这一点确实是威胁不到的，最多让陆家的人闹一闹，但他不会同意过继也没法。不过要是我舅公的管家去官府告他谋财害命呢？如此我舅公父子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怀疑我爹谋财害命也是有依据的。就算是谋财害命不成立，可是私吞别人财产的罪名是有证据的，他也犯法了。我爹为了不影响名声，断了他考科举往上爬的路，心里再不愿意和愤怒，也只能妥协。这主意好，他本来就做了亏心事，自然怕真被告，只能是被迫妥协。哦对了，今天老乔家来家里闹事了，我还顺水推舟让他们去找玉家闹了一通，并到处宣扬你爹和后娘才是幕后主使。原本只是想要趁机和玉家断了亲家关系，再败坏他们的一波名声。现在啊，咱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件事情做文章，过继之后让大家都只会觉得咱们是被逼的。娘子真有先见之明。最近这2天呢，就让我爹和我后娘要害我们夫妻，见不惯我这个亲生儿子，讨厌你这个能赚钱的儿媳妇儿，把这个消息放出去。今天晚上呢，再让奶奶和三叔都开始做梦，做提出过继前的铺垫。几天之后，咱们双管齐下，便能把过继的事情给办好了。让奶奶和三叔开始做梦？怎么让啊？当然是假装做梦了。他们都梦到爷爷觉得三伯没有儿子，我爹呢又不喜欢我，就要将我过继给三伯，也因此过2天就让奶奶将我爹找来，借做梦的事情提出主动过继。一会儿呢，我去找三叔，问问他想不想过继我。他同意之后，我就将我爹有那么多铺子农庄的证据当着全家的面拿给奶奶他们看。奶奶和伯伯伯母们知道之后，不用咱们多说，也会气得站在咱们这边的。那还等什么啊？你去找三叔吧，我也去找几个伯母聊聊，让他们好好出去说道说道，我公公和后婆婆是怎么容不下我们的。陆老三夫妻这些年来一直愁的就是生不出来个儿子，他们之前还商量过呢，想要过继一个儿子。陆老三根本没有想到五郎会来找他，说是想过继给他们夫妻当儿子。我肯定想让你当儿子的，可你爹怕是不会同意。我有办法让他同意，只看三伯想不想过继我了。如果能成，我当然愿意。要是你真能过继给我当儿子，我一定将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，而且你想怎么做，我都听你的。以后要是成了一家人，我也会将你当亲爹一样尊敬。吃完饭之后呢，我会说一件关于我爹和咱们家非常重要的事儿。这件事情会引来全家对我爹的不满，外加我爹和后娘联合玉老六怂恿挑拨老乔家来闹的事儿。我会说一些对我爹很失望之类的话，到时候麻烦你主动提出来，可以过继我当儿子。没问题，到时候我来提。你爹要责怪下来，也有我担着，我是他哥，我可不怕他。那就多谢三伯了，我先走了，晚上咱们见机行事。你放心，我这边绝对没问题。你这来回走的我头都晕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五郎想过继给我们夫妻当儿子，你不会反对吧？哎呀，我怎么可能反对呀？哎呀，比起过继族里外亲的孩子，我当然宁愿过继五郎啊！这五郎多好的孩儿啊，有一表人才的，以前呀都是被他亲爹耽搁了。
咱们能过继他当儿子，那不知道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他要是能当咱们的儿子，咱们呀可不能拖他后腿。我跟五郎媳妇相处得好，以后啊，这婆媳关系肯定和睦。我们也想要五堂哥当哥哥。奶，我最近跟在县令身边做事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件关于我爹的大事儿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。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可是我怕我说出来，我爹会怪我，甚至会将我赶出家门的。你放心，尽管说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轮不到你爹来赶你出家门去。你爹要是做了不好的事儿啊，你得说出来，让我们都知道，也好有个准备。他要是还做错了什么事情，我也好及时去阻止啊。在我心里，奶奶才是一家之主，我和娘子最亲最尊敬的长辈，现在还这么疼我们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虽然我爹极力隐瞒，但是我应该要让您知道，哪怕我爹怪我，要打我赶走我，我也不后悔。奶，我才发现我爹不仅有那间住着的院子和那个租出去的铺子，他在县城里还有好几间铺子呢，在离县城不远的村子里还有个庄子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也希望这不是真的，这样也代表我爹没有隐瞒全家，置办了那么多的私产啊。可是我发现之后，请人帮忙去查了，确实是真的，只是这些铺子和庄子并不在他的名下，而是放在了他买的几名奴仆的名下。那几人的卖身契他捏在手里，他和那几人都签过了几份契约，证明这些产业都是他的。他以后要是想要回来，那些人就得过户还给他。这些契约我不但亲眼所见，我还拿了其中的一份回来呢，你们可以看看。大伯，你先看看吧。老五真是好样的，竟然有这么多私产，还让咱们吃糠咽菜，供着他们一家这些年。老五真是丧良心呐，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防着我们吗？有了这么多私产，不但不告诉我们，还让我们继续供养他读书。他将我们当什么了？当然是当你们是大冤种了。要是告诉你们，不但怕你们去占便宜，还会断了对他们县城五房的供给。孽子啊，这个孽子啊！还不止这个呢。还有什么？自从我后娘嫁给我爹之后，他就开始扶持补贴娘家，不只是每个月都要不停的送米面和肉菜，连玉家一年四季的衣服、束修、补药什么的都给包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查到我爹买的其中一间铺子，现在就给玉家大房做生意呢，而且房租是分文的不收啊。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把铺子过继给玉家大房。玉家大房开的是干货铺，生意还不错，我查到也是我爹联系帮忙进货的。混账，畜生，孽子啊！老娘怎么就生出来这么个吃里扒外没心肝的玩意儿啊！老五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这些年我们省吃俭用吃糠咽菜补贴他，可他却养着玉家一大家子，更不知道补贴了多少。老五媳妇儿怕是做梦都在笑我们蠢吧？我们在他眼中哪里是哥哥亲人，明摆着只是五郎媳妇儿口中的大冤种。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一身衣服，这老大穿了老二穿，等穿破了不行才能做新衣裳。可是老玉家每一季都能做新衣裳，这凭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嫁过来遇到这么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小叔子跟弟妹。你爹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？我查到我娘把家中的钱和嫁妆都留给了我爹，还将我舅公家让帮忙保管的钱物在去世前交给我爹帮忙继续保管，但是我爹却贪了用作己用。可是我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呀？这件事情是我爹他对不起你们，他连我都瞒着，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儿子看，反而是我后娘和他的2个孩子却知道这些私产和钱财。我都忍不住想，是不是陆周瑾兄妹才是他的亲生儿女？这还真说不定，否则他怎么会这么不待见你？相公啊，公公要是知道你将这件事情说出来，是不是会更见不惯讨厌我们，甚至找机会将我们赶出陆家去？毕竟他之前就故意将你送到乡下，想要锻炼你的前程，
又让玉老六去怂恿老乔家闹事，想将我带走。哎，你怎么就摊上了个这么凉薄心狠的亲爹？我摊上了个这么个坏公公，他根本就是见不得你这亲儿子好，恨不得将我们踩死。要不我们分家离开算了，省得碍了他和后婆婆的眼，不停地找茬害我们，主动赶我们走。五郎媳妇儿，又不是你们的错，老五凭什么赶你们走呀？这个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呢。你别生气，我们可是站在你们这边的。可只要是他还是我相公的爹，是我公公，就只能用孝道打压我们，提出将我们分出去赶我们走。而这样的公公我一点都不想要。老五太过分了，亲儿子不疼爱，还当仇人一样对待。对那野的倒是比对亲儿子好。我怀疑十有八九那对兄妹真是他和御史偷生的主，所以才要一直打压五郎，不让五郎好。我看既然他不想要这个儿子，不如给我得了。娘，我媳妇儿之前伤了身子，以后可能都没法再生了，要不你让老五将五郎过继给我们这一房吧。老五不珍惜这个儿子，我来珍惜。五郎媳妇儿，你们怎么看呢？奶奶，我愿意过继给三叔，给他当儿子，我以后也会给他和三伯娘养老送终的。奶，相比起县城讨厌的5房一家，我更喜欢3房。这要是过继给了3房，我和相公也就不用再被我公公和后婆婆逼得走投无路，不得不分家了。我舍不得奶奶，更舍不得其他几房的亲人，所以我不想和你们分开。三伯这个主意好，我很支持。好，那就将五郎过继给老三。不过这件事情啊，还须得你爹同意才行。我虽然是一家之主，这过继的事情却没办法直接决断。奶奶放心，我会让我爹同意过继的。那用什么理由来提过继呢？用今天老乔家来闹事的事，这还差了点儿。麻烦奶奶这2天去和族中的长辈聊聊，就说最近一直梦到爷爷，他担心三伯无后，想让三伯过继个儿子。不过先别说要过继我的事儿，等大家都知道这事儿并且接受了，再让他渣爹来提吧。为了完成爷爷的心愿，他也不想亲哥哥断后，所以将我过继给3房。他会主动提？我会让他主动提的，只要你们支持我就行。放心，我们肯定支持。哎呀，行吧，我今天晚上会梦到你爷爷。五郎媳妇儿，那2个贵公子来找你了。巧巧娘子，虽然晚了几天，但我们应约来了。3位公子好。相公，你认识他吗？娘子，薛公子是我拜访那位老先生的外孙，我听他们说要来山上抓野牛，就知道他们是来找你，所以呢，我就同他们一起来了。那还真是凑巧。可不是嘛，太巧了。我们也没想到巧巧娘子会是陆兄的娘子。你们和我相公认识就更好，一起上山也方便。你们是要休息会再上山，还是现在就上山？七哥，咱们现在上山吗？行，那就现在去吧。这是我表哥，你称呼他萧少就行。好，那请你们稍等片刻，我回家带着小黑一起上山。我们跟着去看看小黑。行啦，这是客人在逗你玩呢，咱不生气啦。之前听你说这牛多通人性，我还不怎么信呢，现在看来果然很有灵性。那是当然，不然我也不会传消息让你也来看看了。还真能听懂话呀。巧巧娘子，你这2头牛卖吗？我出1000两银子。抱歉啊，这2头牛我都不卖。你要是对野牛感兴趣，一会上山看看有没有看得上的，重新再抓1头吧。真不能卖吗？这是我娘子当儿子养的牛，真不能卖。行吧，那我也不夺人所爱了，那我就到山上去看看吧。你们在这儿等等我。肖兄，那边可能出了一些事情，我要过去看看。你们也去，还是在这里等我们？刚进那片林子，就见几名强壮的男子插住小白的7寸。乔爷一看可怒了，他从地上捡起几颗石子，朝那几名大汉投掷过去，接着就传来几声惨叫声。而这一幕刚好被赶过来的萧七几人看到，路上的小娘子还有这么一手啊！住手！
你们再动手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位小娘子啊，你可别多管闲事。你们插我养的蛇，居然还说我多管闲事，这倒打一耙还挺溜的啊！你说这蛇是你养的？哼！废话，不是我养的，难不成还是你们这些偷盗之人养的？行，既然你说这是你养的蛇，那你叫他一声，他要是回应，我就认这是你养的；可要是不是，那你就别管闲事的好。小白，乖孩子，过来妈妈看看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没见识不代表不可能。小白，撒个娇，我叫来了，也证明了这蛇是我养的。那你们这些偷盗别人宠物的人，是不是应该道歉了？看我的乖乖都被你们给欺负成什么样子了。在场的人都无语了，喊一条能吞下头大野猪的大蟒为乖乖，哎呦，也只有他了。我们又不知道这条蛇是你养的，不过是在山里遇到一条野蛇，想要抓回去剥皮取蛇胆罢了，所以何来道歉一说？能先问问你是谁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姓连，名远杰，你应该听过吧？连家的嫡出少爷最喜欢仗势欺人，那你的堂弟之前还算计想要害死我呢，我当然知道。不过是一个隔房庶出卖的堂弟，他做的事儿和我可没关系。至于仗势欺人，这位小娘子说的太过了吧，可别乱泼脏水。你确定不道歉？那我可就要先礼后兵，不客气了。我并不觉得有错，所以这歉肯定不会道。你要怎么不客气呢？你娘子好像有麻烦了，咱们要去帮忙吗？不用，我娘子不会有事的。你都不担心？我相信她。行了，人家不急你急什么呀？继续看戏。那你就自己看看我要怎么不客气。行，我就站在这里看着。你这个死丫头竟敢对我动手！喂，你们还看着干什么？去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你要干嘛？当然是要揍你了，不然还能干嘛？我可是连家的嫡出少爷，你敢打我，你以为之后你能有好下场？你这威胁还真是够逗的啊！我要是怕，刚才就不会踹飞你。我的乖宝被你们抓得遍地鳞伤，你这个偷盗之人不但不道歉，还那么嚣张，所以我为什么要放过你啊？大不了就一起死呗，我无所谓啊。你快放开我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和我的乖宝道歉，否则我就把你扔飞出去，再提起来继续扔，我看你有多抗摔，还能再被我扔多少次。他果然是干出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儿啊！你们说连远杰他会道歉吗？这么丢下去，连远杰哪里受得了？怕是很快就会道歉的。和一条大蟒道歉，他还真是千古来的第一人啊！这出戏可真好看，还好我来这儿了。他道歉是必然的，那咱们来猜猜，他会被丢几次之后才道歉呢？最多2次，下次可能就要道歉了，至少还有3次。我看他已经快到极限了，再不道歉，被丢死不是太冤了？这关键可不在他。你是说，看乔小娘子什么时候想住手？少帝，我说的可对，萧兄说的对。你嘴还挺硬，是条汉子，所以你还想要再来几次？我成全你啊！嫂嫂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折磨连公子了。连公子他之所以会来抓这只大蟒，想要取蛇胆，都是因为帮我和哥哥。我娘生病卧床，郎中说需要一条大蛇的蛇胆入药才行，我就到处去买，可是都没有买到。后来听人说在这片大山里面见过一条大蟒，郎中说用来入药是最合适不过了，所以我和哥哥就去请连小姐帮忙。今天连公子就带着我们上山，凑巧遇到了你养的蛇，这才想取了蛇胆回去救我娘亲。如果知道这是嫂嫂你养的蛇，我们肯定不会动手的。嫂嫂，只求你放过连公子吧。你的意思错不在连少爷的身上，而是你们兄妹？是，都是我们的错，所以求嫂嫂你不要再折磨连公子了。所以你和你哥哥想换连公子来承受这种折磨。陆小姐果真是心地善良，我要是不成全你，那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嫂嫂，只求你放过连公子，
我们只是想要救我娘。眼泪说来就来，和你那个娘如出一辙，学的可真像。只可惜你的眼泪啊，对我这个女子来说可不值钱。我要怜香惜玉，也不是惜你这种矫揉做作的，我甚至还嫌弃脏了手。嫂嫂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你也不能这样折辱我呀。原来你觉得我在折辱你啊？行吧，那我就折辱了，你要如何？你太过分了。我就过分了，然后呢？嫂嫂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莲公子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们要代替莲公子承受折磨，我成全你们兄妹啊。那是你来还是从你哥哥来呢？我哥是你的兄长，我是你的妹妹，你真的要这么无情吗？你别乱攀亲戚，你们可是周家的种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了，我和你们县城五房的关系那么恶劣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今天就算是换成你亲娘和后爹来了，我都是一样对待。别你的啊，赶快选一个，我没功夫在这儿陪你们瞎折腾。不是的，嫂嫂，我求求你不要这样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这样对我。来了又来了，你们母女三个能不能换点新意的套路哭着？听你这意思，不要这样对你，那就是选择你哥了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？你妹妹要让你代替莲公子呢。不，你不能这样。不要啊！我又没说过要去承受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你们兄妹情深，你妹妹的选择你也应该尊重呢。错了，我们错了，五郎媳妇儿，求你放过我吧。这才几次就求饶了，比起那位莲公子，你还真的是孬。对哦，你刚才都还没有和我的乖宝道歉呢，要不是陆公子求饶，我都差点忘了这事儿。乔娘子，之前是我们眼拙，没有看出那是你养的蛇，不该伤它的，我道歉。乖宝过来，这位坏叔叔知道错了，要和你道歉呢。少弟，你娘子真是个巨人呢。难怪你们刚才不让去帮忙，原来是怕影响乔娘子发挥。哎呀，今天这出戏真是好看。是啊，我娘子很好。哎，是不是要轮到咱们出场了？确实差不多了。来吧，和我的乖宝道歉。怎么，你不想道？还是你想再体验一下刚才的游戏？我们不该抓你，抱歉了，和你道歉。以后呢，还要动我的乖宝吗？既然知道这是你养的蛇，以后自然不会再动了。你知道这是我养的蛇就好，以后我们家乖宝要是出什么事儿，如果发现是你们做的，那我有的是办法找你们出气。可以。我手无缚鸡之力，可不是这条蛇的对手，所以也不可能再来。放心，我们也肯定不会再来找这条蛇的麻烦。行，暂时相信你们。令少，屈少，连少，我们上山就看到了一出好戏，还要谢谢你。令少说笑了。这位是？你真不知道这位是谁？今天我们上山，你们也上山，我还猜想你们是冲着他来的呢。令少误会了，我妹妹未来的婆婆得了病，需要蛇胆当药引，他们求着我帮忙，听说这山上有大蟒，我这才带他们过来的。真没想到那么凑巧的遇到了几位，所以我真不知道这位公子是谁，就是看着这位公子贵气逼人，所以想结识一二。就你这样的玩意儿还想跟我结交？给你脸了。不知道我是谁，那就不用知道了。连家暗中占了他最讨厌的五皇子，现在又想着找机会让小贝结交利用他，哼，真当他没脾气啊。回去之后他就去找父皇告状，说连家人算计他，哼，让那个连老头好好吃吃鳖吧，连带着这些小鱼小虾的也别想好过了。是在下浅薄了。你倒是能屈能伸啊。你们这是还要继续找蛇胆？见过几位少爷，我娘还在病中，急需蛇胆当药引，所以我们还不能离开。你倒是个孝女。只可惜在这山里我们就只找到了这条大蟒，也不知道我娘的病要怎么办呢？对呀，那能怎么办呢？这山里怕是再难找到这样的大蟒了。是啊，整座山也就这么一条，
而且怕是只有他的蛇胆才有用处。嫂嫂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娘吧！不管怎么说，我娘也是你的婆婆，是你的长辈啊，你不会见死不救的，对不对？陆小姐，你这是要道德绑架我呀？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想让我娘的病再拖下去了，所以还请嫂嫂您成全。那你要失望喽，可惜在这事上我没有道德，所以你绑架不了我。